女仆长低声通报，国王今晚不会过来了。埃尔弗雷达并不意外，这一幕他早就料到了。毕竟在今天的婚礼上，没有一个人给过他好脸色，哪怕是身边这位新婚丈夫，给他的也只有无尽的冰冷。哪怕是刚宣过世的丈夫，也绝不可能爱上她。毕竟伊尔弗雷达的血管里流淌着侵略者的血，那是杀害国王家人的仇恨。这场联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女仆长低声提醒，国王今晚不会过来了，还是早点换下这身礼服吧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骚乱。刚说今晚不来了，结果下一秒埃纳尔就出现在了门口。埃尔弗雷达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不是说他绝对不会踏入这里吗？女仆长下的话都说不利索，赶紧上前行礼，问他怎么突然过来了。埃纳尔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新郎进新房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”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。虽然埃纳尔人是来了，但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这不过是场政治表演。毕竟在婚礼上，他那张脸冷得像冰块，谁让他娶的是仇人的后代？女仆长也在心里犯嘀咕，估计国王只是怕外交难看，过来露个脸就要走。埃尔弗雷达甚至都猜到了，他下一句肯定会说：“我马上就离开。”可结果呢？埃纳尔非但没打算走，反而冷冷地看向女仆们：“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全都给我出去！”女仆长还没反应过来，埃纳尔就直接下了逐客令：“怎么，你还打算留下来看我们睡觉吗？”这话一出，女仆长吓得魂都没了，赶紧低头认错，一溜烟跑了出去。随着大门紧紧关上，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。埃尔弗雷达盯着眼前的男人埃纳尔，这个国家的国王，也是他名义上的丈夫。可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埃纳尔就冷冷地开了口：“再这么盯着我看，我脸上都要被你盯出个洞了。”埃尔弗雷达赶紧道歉，想把视线移开，可埃纳尔却突然伸手拖住了他的下巴。身为一国之母，不要随随便便低头，这动作让气氛瞬间紧绷。埃尔弗雷达还是想不通，他今晚到底为什么会来。埃纳尔却反问他：“新婚之夜，新郎出现在这里很奇怪吗？”埃尔弗雷达沉默了一下，终于说出了心里话：“因为我知道你根本就恨透了我。”这下两人之间的遮羞布被彻底扯开了。面对埃尔弗雷达的质问，埃纳尔冷笑了一声：“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。”他收回了手，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：“没错，我确实没办法喜欢你。”这句大实话像刀子一样直接捅了过来。埃尔弗雷达沉默了片刻，轻轻点了点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这里也没你什么事了，请你现在就离开。”这下轮到埃纳尔愣住了，他显然没料到这个女人竟然敢直接赶他走。埃尔弗雷达还在下逐客令，觉得戏演到这里就够了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埃纳尔就突然动了手。他一言不发，拽着埃尔弗雷达就往里走，任凭他怎么挣扎，这个男人都没有停下的意思。紧接着，他猛地把埃尔弗雷达推倒在床，整个人直接压了上来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埃纳尔就狠狠地吻了下去，动作粗鲁的像是在宣誓主权。这下麻烦了，这个男人根本没打算走，他要用最直接的方式拿回属于他的新婚之夜。埃纳尔看着身下的埃尔弗雷达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：“这才刚开始你就受不了了，接下来的事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埃尔弗雷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任由他掌控局面。埃纳尔接着说：“就算我再怎么讨厌你，跟你睡在一张床上，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。”他把这种亲密的事说得像是在完成任务一样冷酷。可就在这时，他却突然停了下来：“如果你真的不想继续，现在就告诉我。”这下轮到埃尔弗雷达纠结了，这个男人明明恨他，却又在最后关头把球踢了回来。埃纳尔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“我对强迫自己的妻子没兴趣。”埃尔弗雷达躺在床上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这种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。埃纳尔自嘲地笑了笑：“既然这是你想要的，那我就成全你。”他没有再多看一眼，直接起身坐到了床边，背影冷得像一块冰。这一场新婚之夜，终究还是以这种方式收场了。埃纳尔正准备起身离开，他已经给过机会了，既然对方不领情，那也没必要再待下去。可就在他要走的那一刻，埃尔弗雷达突然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丝哀求。他说：“请不要走。”这一句话让埃纳尔整个人都定住了，他显然没料到这个一直沉默的女人会主动挽留，局面瞬间反转，原本要结束的夜晚，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埃尔弗雷达嘴上说着不要，可当埃纳尔真的吻上来时，他却根本无法推开。这种温度太真实了，真实到让他一瞬间忘记了过去那些孤独和被排挤的日子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身上流着仇人的血，而眼前的男人本该是这辈子最恨他的人。可如果这种温暖能一直持续下去，是不是那些血海深仇也能有被放下的一天？这一刻，理智在欲望面前彻底崩盘了。埃尔弗雷达甚至在想，如果能以王后的身份帮到他，是不是就能留在他身边，不再被他那样厌恶？可就在他沉溺其中的时候，事情突然不对劲了。埃纳尔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，他没有继续，而是用一种极度冰冷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。埃尔弗雷达彻底懵了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。这种眼神里没有欲望，只有让人脊背发凉的审视。时间回到4个月前，埃尔弗雷达刚来到这里，看着眼前这座宏伟的皇宫，他还没意识到接下来的生活会和想象中完全不同。这就是他要住一辈子的地方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皇后的一句话直接决定了埃尔弗雷达的命运。他冷冷地命令道：“你要去马奇王国当王后，没听清楚吗？”这根本不是在商量，而是一场无法拒绝的放逐。马奇王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，那是一个孤悬海外，连最强铁骑都攻不下的岛国。说白了，这两个国家是结了死仇的。埃尔弗雷达这次去当王后，名义上是联姻，实际上跟送人头没什么区别。埃尔弗雷达一时嘴快，提到了那个本该出嫁的名字——赛琳娜公主。
皇后冷冷地盯着他，说的冠冕堂皇。既然皇帝催得紧，你也是公主，替他去正合适。这一刻，埃尔弗雷达彻底清醒了。在皇后眼里，他不过是个好用的替死鬼。长途跋涉终于结束，埃尔弗雷达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。马格努姆侯爵夫人早已等候多时，她语气冰冷地自我介绍：“以后就由我来负责照顾您。”这哪里是欢迎仪式，分明是给这位新王后的下马威。接下来的每一步，他都必须步步为营了。马奇王国的宫殿确实华丽，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底蕴。埃尔弗雷达看得有些出神，可还没等他适应这里，耳边就传来了刺耳的悄悄话。那些侍女正聚在一起，冷嘲热讽，说他是没见过世面的野蛮人，根本不懂什么叫艺术。看来在这座深宫里，最难应付的从来不是建筑，而是人心。埃尔弗雷达本想当面质问，可侯爵夫人却一脸淡定，甚至带头睁眼说瞎话。那些侍女也跟着演戏，反倒说是埃尔弗雷达旅途太累，脑子糊涂产生了幻听。看着这群人一唱一和，埃尔弗雷达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带来的清醒全被支开了。现在的他在这座深宫里已经孤立无援。此时此刻，埃尔弗雷达身边连个盟友都没有，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，脑海中不断回响着警告，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忍着，闭紧嘴巴，别给开战找借口。其实根本不需要这种警告，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从踏入这里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了。这场所谓的和平联姻，说白了就是走个过场。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两国的积怨根本无法化解，现在只是被侍女嘲讽，等家乡的随从一走，这种委屈只会变本加厉。无论他怎么反抗，似乎都只会让自己进退两难。就在这时，侯爵夫人冷冰冰的声音再次从身后传来。埃尔弗雷达已经想通了，既然无处可逃，那就只能像活死人一样熬日子。他卑微的询问什么时候能见国王，可侯爵夫人却一脸冷笑，用大忙人这种借口随口打发，这明摆着就是要把他晾在一边，让他在这座深宫里自生自灭。夜深了，埃尔弗雷达独自坐在空房里，这冷板凳恐怕还要坐很久。忙完一切停下来的时候，孤独感瞬间扑面而来。埃尔弗雷达发现自己无处可去，他只能躺在床上，试图用睡眠来逃避现实，可周围实在太安静了。这种感觉虽然并不陌生，但在异国他乡，这种痛苦显得格外绝望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讨厌他，不过已经无所谓了，反正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人在战斗。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教条成了埃尔弗雷达挥之不去的噩梦。他从小就被教育要讨好所有人，只要永远微笑，只要做得挑不出错，是不是就不会再被人讨厌了？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突然打破了深夜的寂静。他以为是女仆来换灯，可紧接着房门被缓缓推开了。这脚步声的主人显然来者不善，但是这脚步声明显不对劲，对女仆来说实在太重了。埃尔弗雷达猛地意识到，进屋的根本不是什么佣人，而是来取他性命的刺客。黑衣人已经潜伏到床头，手中的利刃在黑暗中闪着寒光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他现在手无寸铁，根本无处可逃。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，就有人想要伊尔弗雷达的命，这下真的麻烦了。他缩在床角，面对步步紧逼的利刃，只能抛出最后的筹码。他说：“只要能活下来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”男人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是吗？”这个刺客潜入皇宫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要让那些野蛮人彻底消失。埃尔弗雷达还没反应过来，死神已经到了床边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局面突然反转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鲜血溅满了整个房间。倒下的竟然不是他。就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深夜，埃纳尔提着滴血的长剑，像太阳一样降临在埃尔弗雷达面前。他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救赎，可对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气氛降到了冰点。埃纳尔冷冷地说：“你运气不错。”他又补了一句：“就这种未婚妻，真是个麻烦的差事。看来这救命之恩背后的代价可不小。”谁能想到，埃尔弗雷达第一次见到未婚夫，竟然直接晕了过去。等他再次睁开眼，已经是第二天清晨。可事情明显不对劲，昨晚那场血腥的刺杀仿佛从未发生过，房间里干净的连一滴血都找不着。马格努姆侯爵夫人走过来轻声说：“您醒了。”这种诡异的平静让埃尔弗雷达脊背发凉，真正的麻烦恐怕才刚刚开始。刚从鬼门关回来，侯爵夫人就冷冰冰地宣布，王后培训今天正式开始。埃尔弗雷达试图解释，昨晚我差点就没命了，可对方根本不在乎。侯爵夫人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您只是做了个噩梦，换个环境难免会不适应。”所有人都在撒谎，想让他觉得是自己疯了。可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埃尔弗雷达低头看着袖口，那上面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。他很清醒，昨晚的一切都是真的。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这里的人都在演戏，想强行把他当成疯子。就连那个救了他的埃纳尔，恐怕也是这么想的，觉得他只是个神志不清的麻烦。他曾真心实意地道谢，感谢对方救了自己的命。可现在看来，那晚的救赎更像是一场交易。还没等他理清思绪，第二天一早，地狱般的王后课程就开始了。在这座华丽的宫殿里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宫殿里突然挤满了各种老师，礼仪、历史、财务，恨不得一天就把他彻底改造。在这些人眼里，埃尔弗雷达只是个没文化的野蛮人，必须被修剪成完美的王后。课程强度大得惊人，但他没有反抗，反而表现得异常配合，因为他看透了，这里根本没人会听他说话，更没人会相信那晚的刺杀。既然注定要孤身一人，那就把秘密烂在心里。在这座冰冷的宫殿里，他只能靠自己活下去。好几天过去了，那个曾像太阳一样耀眼的男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埃纳尔
甚至不愿多看一眼这个注定要成为他妻子的女人。但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，因为两家之间隔着血海深仇，他的家人全都死在埃尔弗雷达祖父的手里。只要看到他的脸，他就会想起那些惨死的亲人，这种恨意根本无法化解。就算他本人没有沾染鲜血，但在一个失去一切的男人面前，任何解释都只会是火上浇油。既然注定要被他厌恶，那就让这份恨意停在这里吧。这或许就是命运给他安排的一场残酷考验。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测试，看他到底够不够格在这座宫殿里活下去。埃尔弗雷达只想当个透明人，这种被冷落、被无视的日子，他在老家早就习惯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事情突然脱离了掌控，那个最不该出现的人出现了。埃纳尔竟然就在楼下，他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这完全不在计划之内。幸好他还没发现露台上的动静，只要现在保持安静，应该就能躲过这一劫。但命运这种东西从来不会让人如愿以偿，只要能安全回到宫殿，这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他原本是这么想的，可就在这一秒，两人的视线撞在了一起，躲都躲不掉。这种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，仿佛空气都凝固了。这下真的麻烦了。埃尔弗雷达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走，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地方。他转身就跑，一刻也不敢多待。但这种无处可逃的感觉才刚刚开始，越是焦急逃跑，就越容易出乱子。这下麻烦大了。埃尔弗雷达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失去平衡，根本来不及反应。露台的围栏太矮了，他完全没法稳住重心，直接从高处翻了下去。谁能想到逃亡的终点竟然是深渊，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，根本喘不上气，身体一直在往下掉，意识也快要撑不住了。难道这一切真的要在这里画上句号吗？本以为这次死定了，结果一睁眼竟然躺在陌生的天花板下，这地方完全没见过，泰晤士宫里根本没有这种房间，浑身难受的要命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床边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终于醒了。”眼前的女仆伊伦说：“这里是国王居住的中央宫。”医生叮嘱他好好休息，千万别乱动。这下麻烦了，身体还没恢复，就听到了一个更糟糕的消息：中央宫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，竟然是国王本人亲手把他带回来的。他刚想挣扎着坐起来，就被女仆伊伦按了回去。女仆轻声劝他，现在身体太虚弱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必须听医生的，好好静养。可他心里根本静不下来，满脑子只有一个疑问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个最该厌恶他的人，那个本该看着他死掉的人，竟然救了他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这下彻底懵了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埃尔弗雷达还在昏睡，整个人虚弱到了极点。与此同时，书房里的气氛却冷得吓人。埃纳尔正忙着处理公务，手里的笔一直没停过。侍从罗伯特走上前，低声叫了一句：“陛下。”这下有戏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过来，肯定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。罗伯特带来了一封密信，是派出去的探子寄回来的。这封信的内容不简单，全都是关于邻国马卡里帝国的内政。埃纳尔冷冷地说：“那帮人表面上说要搞建设，背地里军力却一直在涨。虽然现任皇帝是个平庸的家伙，但他毕竟是独子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”埃纳尔想起了死去的古纳尔，那个男人就算到了最后，也绝不会拿自己的国家做交易。可现在，那个男人的女儿就在他手里。那个惊险的瞬间，埃尔弗雷达掉进了冰冷的水里，埃纳尔就在岸边。书房里，罗伯特低声汇报，上次在泰晤士宫的刺杀，果然是皮斯侯爵在背后捣鬼。虽然已经给过警告了，但事情远没有结束。当初埃纳尔宣布要娶这个敌国的女人当王后，简直是捅了马蜂窝，举国上下都在反对。这门亲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变天了。为了娶这个女人，埃纳尔用利益强行堵住了众人的嘴，逼着所有人低头。可反对的声音从来没停过。埃纳尔本以为加派了人手就能万无一失，谁能想到连守卫里都藏着要命的叛徒。罗伯特感叹道：“还好陛下当时亲自赶到了，不然这局面根本没法收场。不过这女人命真大，经历了这种事居然还能这么冷静，简直是个甩不掉的麻烦。”埃纳尔冷冷地看着前方，这股子傲慢劲儿简直跟他那个卑鄙的祖父一模一样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埃尔弗雷达终于睁开了眼，虽然稍退了一些，但嗓子还是疼得厉害。守在旁边的伊伦赶紧凑过来，这一觉睡得可真够沉的，整整15个小时。埃尔弗雷达没时间休息，他必须马上弄清楚去泰晤士宫的路到底怎么走。伊伦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明白王后为什么这么急，但还是老老实实指了方向。埃尔弗雷达竟然起身就要走，伊伦这下急坏了，这哪行啊？御医可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卧床静养。可伊尔弗雷达态度很坚决，泰晤士宫那边还有人在等着他。伊伦实在不放心，非要亲自护送，却被埃尔弗雷达微笑着拒绝了。这孩子心肠真好，可惜接下来的路只能自己走。埃尔弗雷达轻声告别，随后独自推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，只留下伊伦一个人呆呆地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。走在金碧辉煌的长廊里，埃尔弗雷达却像个透明人，周围的仆人各忙各的，完全把他当成了空气。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冷淡，他竟然已经习惯了。可身体还没完全缓过劲儿，每走一步都觉得体力在透支，必须赶紧回泰晤士宫。再这么撑下去，局面恐怕要失控了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埃尔弗雷达正急着赶路，却在转角处跟人撞了个满怀，还没等他站稳，抬头一看，竟然是埃纳尔。这下麻烦了，对方冷冰冰地问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看这架势，今天想轻易离开，怕是没那么简单了。”埃尔弗雷达愣了一下，还是想维持王室的体面。他低头行礼说：“向3月的太阳致敬。”可话还没说完，局面就彻底失控了。埃纳尔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动手把人带走。
这下麻烦了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一撞，两人的距离近得有点危险。埃纳尔冷冷地盯着他，仿佛要看穿他的伪装。回到书房，罗伯特在旁边提醒，这个女人心机很深，绝对有阴险的一面。阴险？埃纳尔重复着这个词，手里翻着文件，心思却早就飞了。他想起刚才那一幕，那个女人明明慌得不行，这下有意思了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？刚才那一幕一直在埃纳尔脑子里转，他到底是想躲着我，还是故意想引起我的注意？其实答案再明显不过，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有数，他知道我不待见他，所以第一晚的事才绝口不提。这个女人一点都不蠢，她很清楚，这时候装傻才是最聪明的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埃纳尔心里莫名有点烦躁。罗伯特在旁边分析说，王后是个聪明人，知道闹腾起来对自己没好处，局面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是啊，就算他真的不顾一切反抗，结果也早就注定了。这场婚姻谁也别想轻易逃掉。罗伯特在一旁劝说，这场婚姻其实没必要，为了一个计划让您这么痛苦不值得。虽然这能让计划更完美，但代价实在太大了。埃纳尔直接打断他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，别说了。其实从听到他进宫的那刻起，埃纳尔心里就堵得慌，那种厌恶感根本压不住，尤其是看到他躺在床上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简直让他烦躁到了极点。这笔账怕是没法轻易算清了。那一刻，埃纳尔真的动过杀心，想直接动手一了百了。他甚至在想，当初他掉进水里的时候，要是就那么淹死该多好，省得现在这么多麻烦。可为了最后的大局，他必须忍。只要想到最后的胜利，现在的厌恶都能压下去。转眼间，他已经把他紧紧搂在怀里。埃尔弗雷达轻声开口：“陛下。”这一声呼唤让气氛变得更加诡异了。埃纳尔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这种程度的接触他还能忍受。他冷笑着开口说：“埃尔弗雷达真是个难伺候的女人，简直弱不禁风，就像一张随时会被风吹走的纸。”埃尔弗雷达没反驳，只是客客气气的行了个礼，向国王陛下致敬。这语气听不出一点温度。埃纳尔把他抱在怀里，原本满心都是厌恶，可就在这一刻，他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不知为何，他觉得怀里的女人轻得离谱，甚至比他记忆中还要单薄得多。看着埃尔弗雷达要走，埃纳尔冷冷地拦住他，问他到底要去哪。埃尔弗雷达想回泰晤士宫，可埃纳尔根本不放人，还嘲讽他这副身体走不了2步就要倒下。他语气里全是威胁，问他是不是非要让他再亲自动手抱一次才肯乖乖听话。埃尔弗雷达赶紧拒绝，说不想再给他添麻烦了。结果埃纳尔的话更狠，他说你现在要是倒在半路，那才是真的麻烦，到时候还得让人再费劲把你搬回去一次。消息很快就在宫里传开了，大家都知道是国王陛下亲自把王妃抱回来的。埃尔弗雷达心里很过意不去，他主动找到埃纳尔致谢，为昨晚的混乱道歉，也为自己总是添麻烦感到羞愧。可说着说着，话题就绕到了最致命的地方。他说不只是昨晚，还有他祖父杀害他家人的那场血案，这可是灭门的血海深仇。空气瞬间就凝固了。谁知埃纳尔听完，只是冷冷地回了一个字：好吧。这反应简直比直接发火还要让人心寒。埃纳尔一开口就戳中了要害，他说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，全是因为埃尔弗雷达在躲着某个不想见的人。他甚至破天荒地承认这件事他也有责任。埃尔弗雷达这下彻底慌了，连声解释说不是那样的。他想告诉埃纳尔他误会了，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。其实理由卑微到了极点，他只是不想再招致陛下的厌恶了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他也承受不起。埃尔弗雷达把姿态放到了最低，他说自己哪敢恨陛下，甚至觉得产生这种念头都是厚颜无耻。他卑微到了极点，只求能平息埃纳尔的怒火。可埃纳尔听完，只是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接着他直接下达了逐客令，让他立刻回到该去的地方。这语气简直没把他当成王妃，更像是在打发一个无关紧要的麻烦。回到该去的地方，虽然知道他可能没那个意思，但这些话还是让人心里咯噔一下。这听起来就像是叫他滚回母国马卡里，再也不要出现在他面前。那种难受的感觉一下子全涌了上来。埃纳尔走在前面说：“往这边走。”本来以为他会像以前那样冷冰冰的，甚至带着厌恶。可抬头看他的那一刻，事情有点不对劲，他的眼神里竟然一点恶意都没有。事情彻底失控了，一种说不出的不安瞬间把他整个人淹没。这一刻，他只想立刻消失，离这个男人越远越好。可就在他转身想逃的时候，埃纳尔突然开口了，他说不是往那边走，这下麻烦了，想跑都跑不掉。深夜的宫殿里，气氛压抑的让人透不过气。罗伯特低声请示埃纳尔，哪怕是现在，也要把王后送回泰晤士宫吗？这个提议一出，局面瞬间变得微妙起来。看来关于他的去留，代价马上就要出现了。埃纳尔一脸莫名其妙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罗伯特大着胆子说，您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心情真的很差，全皇宫的人都传开了，说您抱着晕倒的王后回来时，那副表情简直吓死人。这下谁都懵了，埃纳尔竟然开始反思，问自己的语气是不是有问题。罗伯特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埃纳尔，您的语气又臭又硬，要不是因为您是国王，这种傲慢早就被送上断头台了。这下空气都安静了，罗伯特吓得赶紧想找补，可埃纳尔却陷入了沉默。他竟然没有生气，反而开始认真反思，难道自己真的有那么差劲？他心里很清楚，王后之所以会变成那样，确实是他一手造成的。看来这份迟来的愧疚感要让局面彻底反转了。
他想起自己之前对王后说的话，简直冷酷到了极点。他原本以为王后哭得那么伤心，只是因为从小被保护得太好，受不了一点委屈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做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不想被他讨厌。埃纳尔现在真的很头大，他一边纠结一边还在嘴硬，说那个女人真是个麻烦。可他越是想否定，心里就越是乱成一团。这种失控的感觉让他彻底没招了。与此同时，王后已经在寝宫里静静地休养了好几天。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谁都能看出来，这皇宫里的气氛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埃尔弗雷达的身体一天天好转，可那个男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埃纳尔不仅没露面，甚至连看都没来看一眼。埃尔弗雷达心里正纳闷，自己那天怎么就哭晕过去了，简直丢脸丢到了家。结果女仆的一句话让他彻底愣住了，原来那天是陛下亲手把他抱回来的。他不仅下了死命令，不准王后离开半步，还非要等她痊愈不可。这下事情不对劲了，一边躲着不见，一边又霸道的关心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埃尔弗雷达现在连饭都不想吃，身体虚弱到了极点。女仆伊伦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守在床边苦苦劝他，哪怕一天只吃2顿也行。埃尔弗雷达看着眼前的热汤，心里却充满了疑惑。他不明白伊伦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，毕竟在所有人眼里，他只是个来自敌对势力的外人，根本不值得被温柔对待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善意反而让埃尔弗雷达感到不安。谁能想到，在这个冰冷的皇宫里，最先给埃尔弗雷达温暖的竟然是身边的小女仆。伊伦握着埃尔弗雷达的手，发自内心的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。这种像春天一样的温柔让埃尔弗雷达彻底陷进去了。随着身体一天天好转，埃尔弗雷达的心里却越来越沉重。他很清楚，这种平静的日子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了，哪怕心里有1万个不愿意，该来的还是躲不掉。疗养的日子彻底结束了，他必须回到那个让他窒息的泰晤士宫。刚一踏进宫殿的大门，那种压抑的气氛就扑面而来。这里的每一个人看他的眼神都透着冷淡。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这里不是温暖的疗养院，更没有人会像伊伦那样真心实意的对他好。这下麻烦了，在这个不欢迎他的地方，真正的危险恐怕才刚刚开始。刚一露面，下马威就来了。侯爵夫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开口就是冷冰冰的警告，让他以后晚上别到处乱跑。埃尔弗雷达忍不住反讽了一句，说他对一个差点死掉的人还真是够关心的。最让人心寒的是，他那场死里逃生的经历，在他们嘴里竟然被轻描淡写成了一场噩梦，说他是因为不适应环境才会大半夜到处乱跑。埃尔弗雷达表面上客客气气，心里却乱成了一团麻。他在想，如果那天晚上没出去，是不是就不会遇到那个男人？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只要一闭上眼，埃纳尔的脸就会浮现出来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这下麻烦了，这种挥之不去的念头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躲不开的灾难。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那些纠结和抗拒在飞快流逝的时间面前都显得那么无力。还没等埃尔弗雷达理清思绪，那个最让他害怕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了。婚礼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这一刻，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门口。随着沉重的大门缓缓推开，司仪高声宣布，埃尔弗雷达王后正式入场。她穿着最华丽的礼服，一步步走向那个她曾经拼命想逃离的命运。随着大门缓缓开启，埃尔弗雷达正式入场。这一刻，她是全场瞩目的焦点。但这场华丽的仪式究竟是荣耀的开始，还是另一场噩梦的序幕？在阳光最灿烂的日子，埃尔弗雷达和埃纳尔正式结为夫妻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跨越国境的浪漫结合。但消息传开后，整个大陆都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觉得埃纳尔是守护国家的英雄。可这场本该神圣的婚礼，却成了埃尔弗雷达的刑场。全城百姓的目光里没有祝福，只有毫不掩饰的敌意。这种被所有人针对的感觉，让他几乎喘不过气。他看向身边的男人埃纳尔，这以后就是她的丈夫了。看着埃纳尔冷冰冰的侧脸，埃尔弗雷达终于看透了。这一刻，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残酷。他终于明白，为什么这个男人非恨他不可。这种恨意根深蒂固，根本没有和解的可能。埃尔弗雷达翻开皇室历史，一段沉痛的往事被揭开。前任国王奥拉夫3世和他的王后在前往盟国参加庆典的途中，遭遇了毁灭性的风暴。谁也没想到，正值壮年的国王夫妇竟然就这样葬身大海，再也没能回来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整个皇室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孩子，那个年仅3岁的孤儿，就是现在的国王埃纳尔。当时由他的叔叔菲利普公爵临危受命接管了王位，可谁能想到，这位菲利普2世最后竟然死在了马卡里人的刀下。埃尔弗雷达突然意识到，这事儿疑点重重。既然菲利普公爵也有亲生儿子，那最后继承王位的凭什么是身为侄子的埃纳尔？原来菲利普公爵当年出征，不仅自己战死沙场，连他的儿子安德斯也一起送了命。这场惨烈的战争让马其人对马卡里帝国产生了滔天的恨意。就在这种血海深仇中，埃纳尔接替叔叔登上了王位。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撕破脸，断绝了和马卡里的一切往来。两国本来已经成了死对头，可谁能想到马卡里帝国竟然主动低头道歉。这场联姻就这样在血腥和罪恶感中开始了。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这根本就是一段孽缘。他轻声念着埃纳尔的名字，嘴里却只剩下一阵发苦，简直不敢相信他到底在想什么，竟然要娶一个仇人国家的女人，也就是杀了他叔叔的凶手。埃纳尔现在心里一定觉得自己倒霉透了。可最讽刺的是，即便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情况下，我的心跳竟然还是这么快，这颗心真是不争气到了极点。神父在台上问新郎是否愿意爱他一生一世，
埃纳尔面无表情，干巴巴地回了一个是。讽刺的是，这种冷冰冰的态度反而让埃尔弗雷达松了口气。如果他表现得很深情，那才是一个残酷的谎言。随着最后一声礼成，这两个各怀心思的人正式成了夫妻。舞会现场金碧辉煌，可身为王后的埃尔弗雷达却成了最尴尬的存在。旁边的人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既然没人来打招呼，陛下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”谁都听得出来，这哪是关心，分明是在等着看笑话。不过这种冷落反而让他觉得亲近。既然没人欢迎，那他也乐得一个人待着。喧闹的宴会还没结束，埃尔弗雷达就支开了随从，想一个人静静。这场盛大的婚礼，他的娘家人一个都没能参加，因为代表团在海上遇难了。在这异国他乡的王宫里，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可讽刺的是，这种举目无亲的处境对他来说反倒成了一种解脱。埃尔弗雷达本想一个人待着，却在走廊尽头撞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熟人。看着眼前的赛丽娜，埃尔弗雷达愣了一下，轻轻喊出了对方的名字。赛丽娜的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亲昵，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。这种热乎劲儿在冰冷的王宫里显得格外突兀。赛丽娜笑着打量他，说他瘦了好多，是不是这里的伙食不合胃口？这语气听着亲近，可背后的真相却很扎心。赛丽娜才是马卡里帝国唯一的嫡出公主，是真正的金枝玉叶。如果她能早出生1年，皇后就不会被怀疑不孕，那埃尔弗雷达这个私生子根本没机会被领进家门，更别提什么王后的位子了。埃尔弗雷达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心里有种鸠占鹊巢的负罪感。他觉得这身华丽的婚纱本该穿在赛丽娜身上，而不是他这个私生子。可他明明听说代表团的船在海上失事了，赛丽娜怎么会活生生地站在这？面对埃尔弗雷达的质问，赛丽娜只是笑了笑，说：“公主的婚礼怎么能一个娘家人都不来呢？”赛丽娜的笑容里藏着刀子，她说自己坐快船赶过来，可不是为了叙旧。接下来的话让埃尔弗雷达如坠冰窟。赛丽娜让他利用那张漂亮的脸去勾引这里的国王，只要能怀上国王的孩子，就能不费一兵一卒夺取政权。埃尔弗雷达彻底听傻了，他以为的亲情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算计。她根本不是什么王后，只是一枚被送来偷家的妻子。赛丽娜的这番话彻底撕碎了埃尔弗雷达的幻想。他原本以为这场联姻是为了两国求和，是为了弥补过去的错误，可现实却冷冰冰地告诉他，他的祖国根本没打算道歉，他们的胃口比谁都大。所谓的联姻，不过是想把马奇王国彻底吞并，变成一个任人宰割的附庸国。这一刻，他终于看清了这场阴谋的真相。谁能想到，亲生母亲竟然把他当成棋子，让他背叛自己的祖国，去给敌国效力？埃尔弗雷达质问道：“怎么会有这种母亲，让自己的孩子背负一辈子的诅咒？”赛丽娜冷笑着摊牌了：“既然你已经猜到了，那就老实点，别动什么歪心思，否则我就公开你的身世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只是个私生公主。”局面彻底失控，但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这一天迟早会来。赛丽娜冷笑着警告：“聪明点，你那位母亲可对你寄予厚望，她希望你能在那座王城里当一个完美的傀儡王后。”埃尔弗雷达沉默不语，心里还存着最后一丝幻想。赛丽娜却直接撕碎了他的体面：“你真可怜，到了现在居然还爱着那个抛弃你的女人。现在的你就像一只弄丢了主人的丧家犬。”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埃尔弗雷达就没人疼没人爱，像个被世界遗忘的影子。直到那个女人向他伸出手，给了他这辈子最温暖也最短暂的爱。哪怕后来这份爱变质了，哪怕自己被当成垃圾一样丢掉，他还是想死死抓住那点回忆。这种愚蠢的留恋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。反正也没指望谁能理解。赛丽娜一脸得意的炫耀：“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在结婚前风光大办。母亲大人现在可高兴了？”埃尔弗雷达语气平静：“既然我替你来了这里，那就祝你真的能幸福吧。”这句话精准踩中了雷区，赛丽娜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反问了一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还没等埃尔弗雷达反应过来，清脆的巴掌声响彻房间。赛丽娜彻底破防了，怒骂他是个无理的贱人。这下两人是彻底撕破脸了。赛丽娜临走前还不忘撒盐，嘲讽他在这儿装什么清高，搞得好像在做什么伟大的牺牲。他冷笑着回了一句：“行啊，那我也祝你幸福。”但这句祝福后面藏着最狠的诅咒：“祝你和那个仇人的后代能白头偕老。”赛丽娜头也不回的走了，只剩下埃尔弗雷达一个人站在冷清的月光下。一个人出来，难道真的是个错误吗？埃尔弗雷达自嘲的笑了笑，赛丽娜那种疯子根本不在乎有没有人在场，支开护卫是对的，省得让他们看到自己丢人现眼。明明已经成了一国之母，却还是活得这么窝囊，这种羞耻感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露台的阴影里竟然站着一个人，看那身制服，是埃纳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脸上的红肿比想象中更严重，埃尔弗雷达下意识伸手去挡，心里乱成一团，这副样子绝对不能被他看出来。他随便编了个拙劣的借口，说是刚才太困了，想扇自己一巴掌提神，结果一不小心下手重了。埃纳尔一步步逼近，语气冷得让人发毛：“你觉得这种鬼话我会相信吗？”他盯着那道刺眼的伤痕，直接当场拆穿，这分明是被人打的，太明显了。这下他彻底没法再瞒下去了。既然你不信，那我也没必要再解释了。埃尔弗雷达干脆破罐子破摔，随你怎么想，反正我也没办法。埃纳尔沉默了半晌，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：“行吧，反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”他转身准备离开，临走前却丢下一句话：“赶紧滚进去把伤口处理了。”看着真碍眼，明明是在关心，可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怎么就这么伤人呢？
埃尔弗雷达坐在镜子前，脑子里全是刚才对峙的画面，心里乱得不行。其实刚才语气应该再软一点的，没必要非要把话说得那么绝，非要让他恨我不可。他轻轻摸了摸脸颊，红肿已经消退了不少，可心里的那股烦躁却怎么也压不下去。意料之中的消息还是传来了，女仆低声汇报说，今晚陛下不会过来了。埃尔弗雷达听完并没觉得意外，毕竟刚才两人闹得那么僵，他怎么可能还会出现？其实这样也好，既然已经知道了马卡里的阴谋，他现在根本没法像没事人一样去面对埃纳尔。与其继续活在虚伪的谎言里，他宁愿在洞房花烛夜被冷落，哪怕要付出代价，他也认了。本以为当个被冷落的王后，反倒能落个清净，至少这样他能问心无愧地面对埃纳尔。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打脸来得太快了。就在他以为今晚会独守空房时，那个男人竟然推门而入，直接把他按在了怀里。埃纳尔停下动作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克制，如果你不想要就直接告诉我，我可没兴趣强迫你。所有的理智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埃尔弗雷达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舍不得推开他，在这漆黑的深夜里，他就像是唯一能照亮他的光，哪怕只有一瞬间，他也想拼命抓住。埃尔弗雷达伸手拽住他的披风，第一次放下了所有的面子。陛下，求你别走。埃纳尔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着这个反常的妻子，局面在这一刻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一声挽留成了压死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埃尔弗雷达终于不再逃避，轻声呢喃着别走。埃纳尔没有再犹豫，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了埃尔弗雷达的请求。这一刻，所有的秘密和阴谋似乎都被彻底抛在了脑后。埃尔弗雷达沉溺在对方的怀抱里，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这一刻的温存让他暂时忘记了所有的孤独，仿佛只要这样下去，那些痛苦的过去就真的能被彻底抹平。可现实远比这要残酷，他血管里流淌的可是杀害他家人的仇人之血。他卑微的祈祷着，如果自己还有利用价值，如果能一直这样陪着他，是不是就能换来一个机会，让他不再那么恨自己？这种靠温存换来的陪伴，真的能消解埃纳尔心中的恨吗？刚才的温存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埃尔弗雷达还没反应过来，气氛就彻底变了。埃纳尔那双冰冷的眼睛像是一盆冷水当头泼下，让他从虚假的幻想中瞬间清醒了过来。这种眼神他再熟悉不过了，这才是他最真实的样子。这一刻，他终于看清了现实，所谓的温暖不过是假象，照在埃尔弗雷达身上的其实是足以让他枯萎的烈日。哪怕身体贴得再近，那种刺骨的寒意还是渗透进了骨子里。这大概就是他的惩罚，余生都要和一个永远鄙视自己的男人共度。这种靠卑微换来的陪伴，让他彻底认清了自己的位置。可如果有一天，这颗已经枯萎的心真的能再次开出花来，到那个时候，他还能像从前那样露出真心的笑容吗？埃纳尔的冷漠成了他余生再也逃不掉的牢笼。华丽的宫殿里，埃尔弗雷达还在沉睡，可有人一回来，气氛立刻就变了。侯爵夫人冷冷地盯着那些寝具，直接下令把这些东西全部烧掉。这一把火是要把它存在的痕迹彻底抹干净吗？埃尔弗雷达不知道危险已经凑到了跟前。侯爵夫人看着床上的女人，满脸都是嫌恶，在她眼里，这个野蛮人根本不配躺在这里。她低声咒骂着，说这简直是玷污了王后的床榻。就在这时，那只手突然伸了过去，直接杀了她。那真是太便宜这个冒牌货了。他忘不了那位真正的王后是怎样在病痛和绝望中死去的。既然真王后受过那种苦，那这个占了位子的女人也别想死得太痛快。他要让埃尔弗雷达一点一点地在痛苦中彻底枯萎。阴谋正在暗处滋生，女仆低声向侯爵夫人保证，一切都会按计划进行。而另一边，罗伯特忍不住调侃，大家都愁眉苦脸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心情这么好？埃纳尔冷冷地回了一句，新郎去见新娘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罗伯特收起笑意，提醒他，如果那个女人流着你仇人的血，那这事可就太不对劲了。宫廷里的仆人们都在打赌埃纳尔昨晚会不会去新房，结果罗伯特赢了个精光，把大家的工资全揣进了兜里。埃纳尔冷冷地回了一句，你这人可真够损的。其实谁都不知道，埃纳尔去见那个女人是为了一个更隐秘的计划，他要利用这个所谓的和平提议，反过来给帝国设个局。罗伯特提醒他，如果新婚之夜冷落新娘，那就等于直接宣战了，大家都觉得你根本不怕打仗。埃纳尔沉默了很久，他不是怕输，而是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子民为了复仇而白白送命。对他来说，保护活着的人远比复仇更重要。既然马卡里帝国先动了手，那埃纳尔也没必要再讲什么所谓的贵族道义了。他站在窗前，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。既然对方想玩阴的，那他就奉陪到底。侍从端上来一杯热茶，罗伯特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感叹了一句：“陛下，您做事还真是滴水不漏。”这一杯茶喝下去，局面恐怕就要彻底反转了。哪怕是新婚燕尔，埃尔弗雷达的日子也并不好过。深夜的办公桌前，文件还是堆得像山一样。严厉的侯爵夫人发在一旁冷嘲热讽，说昨晚侍奉了陛下，可不是今天偷懒的借口。埃尔弗雷达没说话，虽然身体很不舒服，但他还是想尽力把事情做好。只是没想到这日程竟然一直拖到了半夜。他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开始更衣吧，这漫长的一天总算要熬过去了。”埃尔弗雷达觉得他今晚肯定不会来了。昨晚那场新婚之夜，估计也只是为了外交面子，在那儿逢场作戏。他本来已经说服了自己，别对他抱有什么幻想，当个被冷落的王后也挺好。可真想到他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心里还是堵得慌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通报声：“国王陛下驾到。”埃尔弗雷达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赶紧整理好衣服，低头向这位伟大的太阳致敬。谁能想到，这个本该在处理公务的男人，竟然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。
埃纳尔一进门就开始挑埃尔弗雷达的刺，他说你的礼节简直比那些女仆还要刻板，作为一国之母不该这么轻易向人低头，哪怕是面对国王也得有点王后的架势。埃尔弗雷达小声反问了一句，难道在您面前我也不能这样做吗？这话一出，埃纳尔竟然轻笑了一声，他盯着他问，这么说你在别人面前不会这样？埃尔弗雷达肯定地点了点头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，他这才想起来问，这么晚了您怎么突然过来了？埃纳尔这步步紧逼的架势，谁看了不迷糊？他直接反问埃尔弗雷达，你觉得我为什么在这儿？丈夫进妻子的房间，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这话听着像是在调情，可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。他盯着埃尔弗雷达的脸，发现昨晚的伤痕已经全好了，简直就像是一场幻觉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他恢复如初，埃纳尔心里反而更烦躁了。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让他自己都觉得火大。眼看埃纳尔要走，埃尔弗雷达赶紧拉住他，小声解释说，我不是想让你走。他越解释越乱，说自己并不是在质问他为什么深夜过来，可这种欲盖弥彰的挽留反而让气氛彻底变了味。埃纳尔根本没打算听他说完，他盯着眼前的女人，眼神里透着一股危险的气息。下一秒，他直接伸手捏住她的下巴，狠狠地亲了下去。这一吻让所有的解释都变得多余，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了。埃纳尔根本不想放手，埃尔弗雷达也彻底沉溺其中。当他们倒向床榻的那一刻，埃纳尔看着怀里的人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，看来今天你一点也不困，状态好的不得了。埃尔弗雷达愣了一下，轻声回答说，我确实挺好的。这一句回答让空气再次变得暧昧起来。埃纳尔刚准备起身离开，埃尔弗雷达的手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衣角，但很快又松开了。他低着头轻声说，如果你真的很忙，那就先走吧。这话说得一点底气都没有，嘴上在感人，可那副样子分明是在求他留下。埃纳尔回头看了一眼，这副口是心非的模样，他要是真走了，这女人怕是当场就要崩溃。这下麻烦了，他根本没法迈开步子。谁能想到一向高冷的埃尔弗雷达竟然会主动凑到他耳边，轻声呼唤他的名号，这声音简直是种折磨。埃纳尔只觉得心烦意乱，这女人到底是从哪学来的这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手段？难道为了这一刻，他私下里练习过无数次吗？埃纳尔再也忍不住了，既然他主动挑起了火，那接下来的局面可就由不得他了。面对埃纳尔的步步紧逼，埃尔弗雷达已经退无可退，这一刻的温柔到底是真心的怜悯，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掌控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他最终还是闭上了眼，不再去想那些复杂的恩怨，只想在这片刻的宁静里寻找一点点依靠。夜已经深了，华丽的吊灯下只剩下两个疲惫的灵魂。在这寂静的房间里，埃尔弗雷达轻声劝他，既然累了，不如就在这多休息一会儿。谁知道埃纳尔根本不领情，反而冷冰冰的反问，如果我不累，你是不是就要赶我走了？这直男发言让气氛瞬间降温。埃纳尔做事要起身离开，还说如果他觉得不舒服，自己可以去外面待着。埃尔弗雷达赶紧叫住他，你就打算穿成这样出去吗？埃纳尔低头一看，这下尴尬了，衣衫不整地走出房门，那才是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看着埃尔弗雷达害羞的样子，埃纳尔决定见好就收，要是再这么斗下去，这女人恐怕又要哭鼻子了。两人并排躺在床上，原本暧昧的气氛因为埃尔弗雷达的一个问题瞬间变得微妙起来。他突然问起，你见过塞丽娜公主了吗？你平时对亲妹妹说话也这么客气吗？埃尔弗雷达解释说自己还没习惯这里的语言和规矩，所以总显得有些拘谨。埃纳尔这话说得够直接，既然不习惯客套，那就干脆别客套了。他闭着眼提醒他，你现在是这里的王后，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我的意志。埃尔弗雷达反复念着这个词，这身份听起来很尊贵，但背后的分量恐怕比他想象的还要沉重。他已经下定了决心，绝不当父亲手中的棋子，哪怕未来真的有了孩子，也只会把他们培养成这里的守护者。这番话分量够重，也彻底表明了他的立场，他不会把这个国家拱手让给任何人。埃纳尔听得很认真，他轻声回应说，我会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，那接下来的局面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深夜的房间里很安静，埃纳尔坐在床边，看着熟睡的埃尔弗雷达，或许只有这样，他心里那点愧疚感才能稍微减轻一些。他忍不住伸手想要触碰那张脸，可对方的一声梦呓让他瞬间停住了动作。他看着自己的手，突然陷入了自我怀疑，我这到底是在干什么？这种矛盾的情绪让他整个人都乱了，有些事情似乎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。马卡里帝国的算盘打得真响，想让这个女人诱惑我，生下孩子，再把整个国家当成礼物送回去，这种事他绝对不允许发生。可埃纳尔想不通，明明是亲姐妹，塞丽娜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？这种扭曲的关系让他心里莫名有些烦躁。说到底，他就是看不惯一个顶着马奇王后头衔的女人，竟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。他嘴上说着不在乎，也没兴趣去打听那些陈年旧事，可脚下的步子却停不下来。血债终究要血偿，埃纳尔始终记得自己的叔叔和堂兄弟是死在谁的手里，这笔账根本没法算清。他站在床边，最后看了一眼熟睡的女人，提醒自己除了复仇，他没有理由再留在这里。随着一声清脆的关门声，他走得非常果断。阳光照进空荡荡的房间，可这里的温度却冷得让人发抖。有些事一旦开始了，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。埃尔弗雷达醒来的时候，枕边早就凉了。埃纳尔是什么时候走的？没人知道。
自从那一晚之后，埃纳尔就再也没来过。埃尔弗雷达坐在书桌前，反复告诉自己，他能连续来2天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就算心里再怎么难受，他也没资格主动去找他，毕竟他是仇人的孙女，这身份实在太尴尬了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就是个讨人嫌的存在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去帮他处理那些麻烦事，哪怕他根本不需要。埃尔弗雷达原本以为只要每天安分守己，就能在这深宫里活下去，可就在这一刻，平静彻底被打破了。侯爵夫人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马卡里的士兵竟然杀害了3名无辜公民，这下事情闹大了。埃尔弗雷达紧接着追问，塞丽娜公主现在到底在哪？墨水打翻在桌上，像血一样蔓延开来。就在塞丽娜准备回国的前夕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埃尔弗雷达赶到行宫，开口就问塞丽娜公主是不是在里面，可守门的2个女仆一句话都不敢说。事情果然不对劲，他顾不上这么多，直接推门闯了进去。埃尔弗雷达劈头盖脸就问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塞丽娜却淡定地喝着茶，直言这不过是报复。原来前几天他在街上到处都能感受到充满敌意的目光，那些平民甚至当众嘲讽，说他们这群贵族就算穿得再华丽，也不过是涂了口红的猪。那些路人根本不知道死神就在身边，士兵因为受不了侮辱，直接把他们打得半死。而这一切全都是塞丽娜默许的。他放下茶杯，冷冷地说，敢侮辱家族的人，死有余辜。埃尔弗雷达却听不下去了，不管听到了什么，杀人也未免太过分了。塞丽娜冷笑一声，放下茶杯，步步紧逼。难道我就该站在那儿任由他们羞辱吗？他指着埃尔弗雷达嘲讽道，你是想让我像你这种傻瓜一样，无论被怎么对待，都只会忍气吞声吗？这番话一出，两人的关系彻底降到了冰点。埃尔弗雷达直接摊牌，警告他最好放聪明点，要是给了对方开战的借口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可塞丽娜根本听不进去，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让那些野蛮人彻底消失。就在这时，埃尔弗雷达抛出了重磅消息，你来这儿之前还没听说皇帝陛下的旨意吧？塞丽娜愣了一下，结果得到的回复却是陛下让你安分守己。埃尔弗雷达终于不再忍让，他盯着塞丽娜冷冷地说，回去给皇帝陛下带个话，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地方，我要是犯了一丁点错，脑袋恐怕早就搬家了，所以请他别再盯着我，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这位公主的所作所为吧。这番话像刀子一样，直接把塞丽娜对得哑口无言。塞丽娜彻底被激怒了，她咬牙切齿地质问，你竟敢嘲笑我！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她就猛地冲了上去，大骂埃尔弗雷达没教养，轮不到他来教训自己。伴随着一声尖叫，埃尔弗雷达被重重地推倒在地。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。塞丽娜看着倒地的伊尔弗雷达，冷笑着说，这副狼狈的样子才最适合你，你以为戴上这顶破皇冠，身份就真的变高贵了吗？别被那些奉承话冲昏了头，认清你自己的身份。这种弹丸小国，只要我们想，随时都能让它从地图上消失。他猛地出手，直接打落了那顶皇冠，清脆的声音响彻大殿，你竟然还敢爬到我头上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埃尔弗雷达想起埃纳尔的话，你是马奇的王后，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我的颜面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荣耀，而是沉重到让人窒息的枷锁。埃尔弗雷达戴上皇冠，这种被束缚的人生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头？就在塞丽娜还想继续动手的时候，局面突然反转了。埃尔弗雷达猛地站起身，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塞丽娜捂着脸，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。埃尔弗雷达冷冷的呵斥，立刻把手给我放下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拿出了王后的威严，谁要是再敢放肆，代价马上就会出现。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今天就这样狼狈地走出去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他好欺负。要是传出去，堂堂王后竟然被人单方面羞辱，那这段政治联姻恐怕就要彻底玩完了。塞丽娜被打得气急败坏，指着埃尔弗雷达破口大骂，但这一巴掌仅仅只是个开始。埃尔弗雷达握紧了拳头，既然对方不给面子，那就谁也别想好过。他冷笑着对塞丽娜说，别为了一个耳光就哭哭啼啼。塞丽娜气的话都说不利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转身离开。这一局，埃尔弗雷达赢得干脆利落，只留下走廊里的女仆们在那儿面面相觑。既然刚才已经互扇了耳光，埃尔弗雷达索性想好了借口，就说这是姐妹俩在闹别扭，反正外人一直觉得他们家乡出来的人都没教养，这种偏见现在反而成了他的挡箭牌。虽然这法子听起来不太体面，但只要能把事情压下去，名声什么的根本不重要。他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，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埃尔弗雷达刚觉得自己处理的不错，要是刚才直接灰溜溜的走掉，以后就真的没脸见人了。可谁能想到，一抬头，埃纳尔竟然就站在走廊尽头。虽然这次他没吃亏，但他还是不想让这个男人看到自己现在这副狼狈的样子。他硬着头皮上前行礼，心里却乱成一团。这下该怎么跟他解释刚才发生的这一切？埃尔弗雷达刚想转身溜走，结果埃纳尔直接开口，让他想都别想。他冷冷地问，这次又闹出什么动静了？埃尔弗雷达只能硬着头皮撒谎，说是跟塞丽娜吵了一架。埃纳尔盯着他，那眼神显然是不信。埃尔弗雷达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赶紧借口说人多眼杂，扭头就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埃纳尔冷笑着开口，看来王后陛下总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。埃尔弗雷达还没反应过来，结果下一秒整个人直接被腾空抱起。这一记公主抱来得太突然，他吓得忍不住惊叫出声。看来埃纳尔已经失去了耐心，根本不打算再给他任何逃跑的机会。埃纳尔把披风往他身上一甩，命令他遮严实点，连头发丝都别露出来。
他就这样抱着她，大步流星地穿过长廊，根本不在乎旁人的目光。讽刺的是，就在这一刻，埃尔弗雷达竟然感到了安全感。这种难得的安稳，是他这辈子都很少体会到的感觉。躲在厚实的披风下，埃尔弗雷达告诉自己，绝对不能再失控了。这种时候，他唯一感到庆幸的就是埃纳尔看不见他的脸。这件披风成了他最后的防线，帮他挡住了所有的狼狈和脆弱。既然顶着王后的名号，他的一举一动就代表了皇室，可这副样子还是被埃纳尔撞个正着。他盯着埃尔弗雷达问：“这就是你努力的结果？还有你的嘴唇，这次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埃尔弗雷达立马反驳：“变成这富贵样子的可不止我一个人。”埃尔弗雷达主动认了错，他觉得动手打了公主实在有损王后的体面。没想到埃纳尔根本不在乎，只要没白白挨欺负，在他眼里就不算丢人。他甚至冷冷地叮嘱王后：“你给我记住了，我们家族的人从不吃亏，要是被人打了一巴掌，那就必须加倍还回去。”埃纳尔口中的规矩让埃尔弗雷达愣了一下，他点头答应，表示自己已经记下了。虽然埃纳尔叫了医生，看起来是在关心他的伤势，可当他想聊聊刚才的冲突时，对方却直接变了脸。他冷冷地丢下一句：“你只需要做好王后的本职工作，其他的一个字都不要多问。”埃纳尔警告王后不要插手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他能应付的局面。会议室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，官员们个个群情激愤，他们叫嚣着要出兵开战，甚至要求立刻处死王后和公主，好为死去的先王报仇。面对这一声高过一声的讨伐，坐在主位上的埃纳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。谁也没想到，埃纳尔竟然点头同意了。他笑着说：“远征是个好主意。”这下底下的官员们全乐坏了。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，埃纳尔的语气突然变得冰冷。他死死盯着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问他们是否做好了倾家荡产的准备。刚才还叫嚣着要开战的人，这下全都傻眼了。埃纳尔一开口，就给这群狂热分子泼了盆冷水。他说：“保家卫国和主动开战完全是两码事。”他冷静地分析着地理障碍，直言那道海峡是迈不过去的坎，连开国皇帝都折在了那里，更别说现在的残兵败将。就在所有人以为他要退缩时，埃纳尔却提出了一个更狠的计划，他要联手邻国，组建大军，直接端了对方的老窝。埃纳尔把战争的代价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桌面上，这不只是一场危险的豪赌，更是一场看不见头的持久战。他盯着台下那群官员说：“不仅要掏空你们所有的家底，还得把你们的亲儿子送上战场，去填那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。”他说王室已经做好了觉悟，可轮到这群人表态时，刚才还叫得最欢的会议室，现在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。埃纳尔在会议上定下了死命令，不管凶手是谁，杀害马奇的公民就必须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他打算先礼后兵，先看看马卡里那边的态度。可官员却一脸担忧地问：“万一对方想敷衍了事怎么办？”埃纳尔冷笑着给出了答案：“如果他们不识好歹，那就只能加快复仇的脚步了。”我们这个词现在听起来简直像个笑话。埃尔弗雷达发现周围人的眼神一天比一天冷。自从塞丽娜出事后，他就被困在这座华丽的牢笼里，外面是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，而他只能在不安中煎熬。可即便他想努力做好本职工作，现实还是给了他重重一击。侯爵夫人冷冰冰地告诉他，内宫的活你暂时不用管了，如果马卡里那边不给个交代，这场政治联姻就彻底没意义了，连带着他这个王后也得卷铺盖走人。他被要求老实待在宫里，哪儿也别去，什么也别说。这种赤裸裸的威胁，埃尔弗雷达心里清楚，对方没说错。现在他已经无路可退，所有的希望都只能寄托在祖国的那封回信上。可那真的会是救命稻草吗？就在埃尔弗雷达快要绝望的时候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中宫的侍从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，马卡里的使者已经到了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那个一直冷落他的国王竟然派人来接他去觐见室。埃尔弗雷达简直不敢相信，在这种节骨眼上，陛下竟然会主动要见他。这一趟到底是福是祸，谁也说不准。沉重的大门缓缓推开，埃尔弗雷达终于站到了觐见室。埃纳尔的态度出奇地温和，竟然主动让他坐到自己身边。但这可不是什么叙旧的场合，真正的博弈在使者开口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埃纳尔直截了当地问马卡里的皇帝到底是什么态度。使者低着头，语气里全是外交辞令，说皇帝陛下感到非常遗憾，担心两国的关系会因此受损。谈判桌上的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，埃纳尔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，想用法律和赔偿来息事宁人。使者还在那儿讨价还价，说让皇帝道歉实在是太过分了。结果埃纳尔却退了一步，只要凶手受罚和给够赔偿金。使者一听这条件太简单了，忙不迭地答应下来，以为这事儿总算能翻篇了。可他高兴得太早了，埃纳尔冷冷地抛出了第二个条件，要让塞琳娜公主亲自出来道歉。这下事情可就没那么容易收场了。埃纳尔这一招直接戳中了对方的死穴，他咬定公主是幕后的默许者，必须亲自出来谢罪。使者这下彻底慌了神，因为他心里很清楚，那位娇生惯养的公主根本不可能低头道歉。他苦苦哀求，希望能换成任何形式的补偿，可埃纳尔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种死一般的沉默才是最让人绝望的。看来这次马卡里必须得掉一层皮了，局面已经彻底僵住了。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那位公主的脾气谁也劝不动，这件事他根本帮不上忙。就在这时，埃纳尔突然把话题转到了他身上。他说公主的行为不仅破坏了两国关系，更让刚结婚的王后处境尴尬，这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。谁都能听出来，他这不仅是在为国家讨公道，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维护自己的王后。这下使者连最后一点退路都没了。
他要求公主必须正式出面，向他本人还有王后公开道歉，这就是他唯一的条件。这一招不仅是在要个说法，更是要把王后的面子彻底挣回来。使者这下彻底慌了，只能卑微的请求再给点时间，说要去求公主出面。埃纳尔冷冷的甩下一句：“随你的便。”使者一秒都不敢多待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埃尔弗雷达低声下气的开口道歉，想替妹妹把这事平了。结果埃纳尔根本不领情，反而冷笑着问他：“凭什么要你来道歉？”他说话一点面子都不给，直截了当的讽刺。正主躲着不出声，倒让姐姐出来当挡箭牌。埃尔弗雷达还是想把责任揽过来，说是自己没管教好妹妹，甚至开始试探埃纳尔的底线，问他如果塞丽娜死不道歉，他打算怎么办？埃纳尔冷冷的反问一句：“你凭什么觉得他不会道歉？”这下气氛彻底降到了冰点。埃尔弗雷达终于忍不住了，直接问埃纳尔是不是打算废了他的王后之位。没想到埃纳尔连装都不装了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废后的计划确实一直都有，而且只要他想，随时都可以提前动手。埃尔弗雷达这下彻底乱了阵脚，甚至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问出这个问题。他实在待不下去了，低声说了句告退，提着裙子就想赶紧离开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他转身要走的一瞬间，埃纳尔竟然直接伸手拽住了他。这一下，埃尔弗雷达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到底还想干什么？埃纳尔自己都没想到，他竟然会下意识伸手拽住埃尔弗雷达，这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内。明明告诉自己要彻底无视他，可他的身体却比嘴巴要诚实得多。谁都没想到，埃纳尔竟然会突然吻上去，但这根本不是因为爱，在他心里，埃尔弗雷达只是个想利用孩子、把国家拱手让人的间谍，所以无论他做什么，他都只会觉得是在演戏。亲完之后，他立刻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甚至还反问他：“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不想待就赶紧走。”在他眼里，埃尔弗雷达根本不是什么王后，只是个临时占位子的女人，甚至还让他觉得有点烦。到了第二天，塞丽娜竟然主动找上门来，指名道姓要见埃纳尔和埃尔弗雷达。埃纳尔一眼就看穿了对方没安好心，埃尔弗雷达觉得事情完全不对劲，塞丽娜这次的行为根本没法用常理来解释。塞丽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埃纳尔竟然要她去道歉，而且还是当着埃尔弗雷达的面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他怎么也想不通局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可埃纳尔根本没打算给他留面子，甚至直接摔了杯子，逼着他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这下塞丽娜是真的踢到硬板了。塞丽娜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她觉得为了个小国家低头简直荒谬，甚至还做着美梦，觉得他爹肯定会像以前一样来救他。可使者接下来的话直接把他的幻想给掐灭了。皇帝不仅没打算护短，还专门托人带了一封信过来。这封信一拆开，塞丽娜最后的靠山恐怕也要彻底塌了。皇帝的亲笔信写得很清楚，这次必须低头，为了所谓的大局，塞丽娜必须把这口恶气咽下去。她心里比谁都明白，父亲是想利用埃尔弗雷达，不费一兵一卒就吞并马其。可明白归明白，一想到要给那个女人下跪，塞丽娜心里这一关怎么也过不去。塞丽娜憋了半天，终于还是低头认了错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埃纳尔根本没打算这么轻易放过她。他不仅要塞丽娜向自己道歉，还点名要她给王后一个交代。塞丽娜还想打个马虎眼混过去，结果被埃纳尔当场拆穿。这下她是真的没退路了，只能当着所有人的面给那个他最瞧不起的女人低头。埃尔弗雷达本来想开口劝劝，可看着埃纳尔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他突然什么都明白了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护妻心切，更不是为了替他出气。埃纳尔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彻底把马卡里给驯服了，而他这个所谓的王后，不过是这场权力游戏里一个最完美的借口。塞丽娜还在那儿演戏，想用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翻篇，甚至还想私下解决，好给自己留点面子。结果埃纳尔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他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当众嘲讽塞丽娜，说他要是敢私下去找王后，不被再扇一巴掌，就算走运了。这番话简直是杀人诛心。塞丽娜站在原地，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塞丽娜现在显然已经气炸了，旁边的使者刚想劝两句，结果直接被怼了回去。塞丽娜冷冷地说：“闭嘴！”她握紧拳头，小声道歉，说是自己给姐姐添了麻烦，但这语气听着可一点都不像是在认错。使者赶紧出来打圆场，他说希望这次的小插曲别影响了两国之间的交情。这番外交辞令说的滴水不漏。埃纳尔听完笑了笑，语气听不出任何波澜。他说：“当然不会，毕竟对方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王后。”这话听着像是在夸奖，但实际上已经把埃尔弗雷达架在火上烤了。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塞丽娜竟然会低头道歉。埃尔弗雷达坐在书桌前，半天都没回过神来。虽然看那态度，也就是走个过场，但这场闹剧总算是收场了。塞丽娜道完歉就回国了，那些杀害平民的护卫全都被按律处决，该赔偿的也都赔了。但这事儿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？随着塞丽娜道歉的消息传开，外面那些沸沸扬扬的议论总算是消停了。埃尔弗雷达也顺理成章的拿回了原本属于他的权利，但是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就在不远处，侯爵夫人正盯着他，心里想的却是，要是王后这次被废除就好了。这种巴不得他倒台的眼神，埃尔弗雷达看得清清楚楚。看来这位侯爵夫人才是那个最希望他消失的人。侯爵夫人变脸比翻书还快，刚才还一脸阴沉，现在居然笑着说是在开玩笑。他提议，既然麻烦事都解决了，王后就该办场茶话会，跟那些贵妇们联络感情。但这可不是普通的喝茶聊天，在这个国家，为了不让王后一个人太累，很多权利其实是分给贵妇们的。
在某些专业领域，这些夫人们甚至比王后还懂行。要是得不到他们的支持，埃尔弗雷达这个王后以后恐怕是寸步难行。侯爵夫人办事效率极高，立马就把茶话会定在了1周后。埃尔弗雷达也没多想，直接把这件事全权交给了他。看着侯爵夫人离开的背影，埃尔弗雷达并没有觉得轻松。虽然塞丽娜的麻烦解决了，权力也回到了自己手里，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在这座看似华丽的宫殿里，他的处境其实一点都没变。精心准备的茶话会开始了，可结果呢？长长的餐桌旁竟然空无一人。埃尔弗雷达看着空荡荡的座位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侯爵夫人就在一旁阴阳怪气。她说大家可能是有事，或者身体不舒服，又或者单纯就是不想来。这哪里是缺席，这分明是集体放鸽子。要是没人愿意配合，埃尔弗雷达这个王后可就真的要被架空了。埃尔弗雷达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绝对是侯爵夫人在背后动了手脚。可这种事没证据，他根本没法当面发火。既然对方想看戏，埃尔弗雷达干脆直接问他，现在这场面该怎么收场？结果侯爵夫人更绝，她一脸无辜的表示自己也没办法，还顺带补了一刀。她说，如果大家是因为不认可王后，所以才集体缺席，那她也没本事改变别人的想法。这话简直是当众打脸。面对这种尴尬的冷场，埃尔弗雷达还没打算放弃，他甚至主动放低姿态，想去了解那些贵妇们的喜好。他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，总能挽回大家的好感。可侯爵夫人根本不接这茬，她先是假装夸了2句，紧接着话锋一转，捂着嘴就开始咳嗽。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从早上起就全身酸痛，为了不传染给王后，她得请几天假回家休息。这招釜底抽薪实在太狠了，唯一的帮手也要走。埃尔弗雷达这下彻底孤立无援了。侯爵夫人这架休的可真够巧的，一开口就要歇上整整1周，临走前还不忘甩锅，让埃尔弗雷达去找女仆帮忙，明摆着是在演戏。可伊尔弗雷达根本没法拆穿，只能无奈的让他赶紧走。原本热闹的茶话会，现在只剩下满地的尴尬。夜深人静，整座宫殿冷清的吓人。埃尔弗雷达独自坐在桌前，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这王后的位子恐怕比他想象中还要难坐。埃尔弗雷达没打算坐以待毙，他开始挨个找身边的女仆打听，想摸清那些贵妇的底细。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，不管问到谁，对方总是推三阻四，要么说不熟，要么说没交钱。看着名单上一个个被划掉的名字，埃尔弗雷达心里很清楚，这宫里的人全都在防着他。深夜的灯火下，他只能一个人默默硬撑，接下来的路只会比现在更难走。茶话会搞砸已经整整3天了，局面还是死水一潭。埃尔弗雷达发现自己被彻底封锁了。侯爵夫人的手段比想象中更狠，她不仅搞定了那些贵妇，连底下的女仆也被她治得服服帖帖。所有人都在刻意躲着王后，这种软暴力最让人崩溃。他们不仅态度冷淡，甚至连一点有用的情报都不肯透露。埃尔弗雷达现在是求助无门，再这么拖下去，他在宫里就真的成了透明人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借用陛下的权力，可这在埃尔弗雷达看来是下策。他不想让埃纳尔觉得他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，更不想让他为这种琐事操心。可如果不找他，这盘死局到底该怎么破？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埃尔弗雷达正发愁呢，埃纳尔竟然深夜推门而入，这下谁都懵了。他赶紧起身行礼，解释说自己刚才想得太入神，才没注意到陛下驾到。埃纳尔倒是挺直接，开口就问他是不是在抱怨自己太久没来。埃尔弗雷达连忙否认，看着他满脸的倦意，关心的话下意识脱口而出，问他最近有没有睡好。这深夜的独处让原本尴尬的气氛多了一丝说不清的微妙。埃纳尔这嘴可真够毒的，面对埃尔弗雷达的关心，他不仅没领情，反而反唇相讥。他问埃尔弗雷达平时是不是都不照镜子，比起担心别人，还是先看看自己憔悴成什么样了。就在这时，埃纳尔突然伸手托起他的脸，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压迫感。他一眼就看穿了，埃尔弗雷达是在硬撑，真正睡不着觉的人其实是他自己。埃纳尔步步紧逼，直接戳中了他的痛处，问他最近到底在烦什么。埃尔弗雷达还是选择了撒谎。面对埃纳尔的质问，他把话题扯到了侯爵夫人身上，说是因为侯爵夫人病了，自己才有些担心。他甚至还帮那些女仆说话，坚称自己过得很好，大家都在尽心尽力的帮他，试图以此掩盖被孤立的真相。可埃纳尔是什么人？他根本不吃这一套。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冷。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说自己完全没遇到任何困难吗？埃尔弗雷达还在那儿客套呢，他赶紧向埃纳尔保证自己一定会把内宫打理好，绝对不让陛下操心。结果埃纳尔冷笑一声，既然这样，那你确实的再努力一点。埃尔弗雷达还没反应过来，埃纳尔突然一个跨步，直接把他死死搂进怀里。不仅是内宫的事，在其他方面你也得让我省点心才行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亲密，埃尔弗雷达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这下有意思了，埃纳尔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步步紧逼，完全不给喘息的机会。埃尔弗雷达小声喊着陛下，似乎想要求饶，但他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，继续说下去。谁能想到他最后憋出来的竟然是能不能去床上。听到这话，埃纳尔冷笑了一声，接下来的发展恐怕要彻底失控了。埃纳尔冷笑着说，你倒是挺会跟丈夫提要求的。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王后是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傻瓜，结果只要稍微逼一下，他什么都能说出口。他一把将伊尔弗雷达抱起，心里却全是火气。明明遇到麻烦只能依靠他，为什么就是不肯开口求助？甚至他都主动找上门了，他还是这负拒人于千里的样子。
他想不明白，他到底是有多讨厌他的触碰。埃纳尔冷冷地问：“难道就只有这些吗？”他嘴上说着埃尔弗雷达无礼，可转头就开始了下一步计划。他直接把心腹伊伦叫到跟前，下了一道死命令：从今天起贴身侍奉王后。原来他早就看出来，那个侯爵夫人根本没打算配合王后的工作，这男人明摆着是要护短。他要让伊伦过去，给王后提供真正的帮助。伊伦虽然领了命，但最后那个犹豫的眼神，显然还有话没说完。埃纳尔冷冷地问：“这就是你唯一的理由吗？”他显然不相信伊伦只是因为同情王后才主动请缨。伊伦倒是表现得非常坦然，他说：“没人比陛下更清楚，他绝不会背叛，永远是马奇最忠诚的仆人。”虽然埃纳尔还是心存疑虑，但他最终还是决定把这颗棋子放过去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了埃尔弗雷达绝望的呼救声。这下麻烦大了，王后的处境恐怕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糟糕。谁能想到，堂堂一国之母竟然在梦里哭得这么伤心？伊伦近距离观察后才发现，埃尔弗雷达比传闻中还要脆弱，哪怕是对一个女仆，她也总是把道歉和感谢挂在嘴边。埃尔弗雷达对着伊伦说道：“真的很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，如果没有你在，我根本没法恢复得这么快。”这王后当得实在太卑微了，在这个冰冷的皇宫里，她身边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完全是孤立无援。伊伦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心里也开始动摇。只要王后不触碰国家的底线，他或许真的会选择站在这一边。就在埃尔弗雷达孤身一人时，房门突然被推开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伊伦。伊伦看着眼前的王后，心里暗暗下了决定，至少现在他没有任何理由去敌视这个女人。埃尔弗雷达惊喜地迎上去，问他最近过得好不好，甚至还担心是不是埃纳尔那边出了什么事。伊伦看着王后消瘦的样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直接行了个大礼，正式宣布了自己的新身份。从今天起，他将作为贴身女仆，全心全意侍奉王后。这下局面总算有了转机。在这座冰冷的皇宫里，埃尔弗雷达终于不再是孤军奋战了。埃尔弗雷达看着眼前的伊伦，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。他小声问：“你留在这里真的开心吗？”他担心会影响伊伦以后的前程，毕竟这里冷冷清清，远不如中央宫殿有前途。埃尔弗雷达甚至觉得，如果伊伦是被国王逼着来的，那真的太委屈他了。可伊伦却坚定地摇了摇头。他说：“虽然是陛下的命令，但留下来侍奉王后，完全是他自己的心愿。只要王后能开心，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”这一番话彻底击中了埃尔弗雷达的心。他紧紧握住伊伦的手，眼眶里全是感动。在这座冰冷的皇宫里，他终于等到了那个真心待他的人。伊伦也给出了最重的承诺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他都会全身心的守护王后。这下局面总算稳住了。埃尔弗雷达回想起埃纳尔之前把他逼到角落的样子，本以为他是在发火，可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其实也有温柔的一面。他拉着伊伦的手说：“现在确实遇到了点麻烦，需要伊伦的全力配合。”伊伦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在庄严的中央宫殿里，罗伯特却直接找上了埃纳尔。他开门见山地问：“为什么要特意把伊伦派过去？”埃纳尔一开始还想装傻，直到罗伯特指名道姓，他才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他解释说：“现在乱成一团，内廷根本没法正常运转，除了派伊伦过去，他还能有什么办法？”但这番话显然只是借口，谁都能看出来，这男人心里肯定还有别的算盘。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罗伯特还是不肯罢休，他觉得中央宫殿一个侍女都不留，这事实在是太反常了。埃纳尔却表现得很淡定，他说：“中央宫殿本来就是给王后住的，之前留下伊伦，纯粹是看中了他的办事能力。”罗伯特推了推眼镜，显然不信这套说辞，他直勾勾地盯着埃纳尔，问：“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吗？”埃纳尔表面上稳如泰山，心里却早就炸开了锅。他知道大家都在怀疑他是在偷偷关心王后。为了掩饰这份心虚，他干脆跟罗伯特开起了玩笑，说调走伊伦，只是为了让罗伯特多加点班。看着罗伯特一脸无语的样子，埃纳尔露出了标志性的坏笑。他自嘲地想，关心王后这种荒谬的念头，怎么可能出现在他脑子里呢？可他越是这样极力否认，就越显得这男人嘴硬。真正的答案，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。在伊伦的心里，埃尔弗雷达不仅仅是王后，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他看着正在忙碌的王后，默默在心里给出了定义。这个称呼背后藏着两人最深的羁绊，也意味着从这一刻起，伊伦将不再只是个旁观者，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个被困在深宫里的女人。真正的反击或许就要开始了。